中国高铁真相曝光，4.5万公里铁路网竟只有6条线路赚钱，90%核心零件靠进口，26座车站成疆委。曾经让全球瞩目的基建狂魔，如今沦为6万亿债务的瘸腿巨人。这几天，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坊间流传：中国高铁这个曾经让西方都眼红的国之重器，居然97%的线路都在亏损。没错，你没听错，在中国4.5万公里的高铁网络中，真正能赚钱的线路只有区6条：京沪、沪宁、宁杭、广深、京津和沪杭，就这么6条线，其他的全在烧钱。这么说可能还不够直观，那我给大家算个明白账。国铁集团2023年好不容易宣布扭亏为盈，结果你才赚了多少？33个亿，听起来不少是吧？可人家背着多少债你知道吗？6.13万亿，这33亿的盈利连给债务打个零头都不够啊！更吓人的是，这些债务还在疯狂增长。从2005年的4768亿一路狂奔到现在的6.13万亿，整整翻了13倍。这增长速度，说是坐高铁都追不上都不为过。这就好比你每个月工资3000块，却欠了别人613万，而且这个窟窿还在不断变大，这不是在玩火吗？可这些都还不是最可怕的。真正让人细思极恐的是，中国高铁的命门轴承90%以上都要靠进口。这个基建狂魔居然连自己的关节都造不好。没错，就是这个高铁轴承，被誉为机械装备的关节，一年就要从国外进口40多亿美元。海关总署的数据刚刚曝光，今年前3季度，光是进口轴承就花了26.7亿美元。这笔钱从哪来？还不是老百姓的票钱和纳税人的血汗钱。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，中国现在只能生产时速140公里以下的低端轴承。也就是说，但凡是跑得快点的高铁，关节都得靠日本和德国救济。就连号称国之重器的复兴号，里面用的轴承基本都是日本精工、德国舍弗勒这些洋品牌。据最新海关数据显示，中国高铁轴承的进口依赖达到了惊人的地步。仅今年以来，从日本进口就花了5.02亿美元，德国3.51亿美元，台湾地区2.61亿美元，泰国1.49亿美元，美国1.29亿美元。这些数字加起来，就占了中国高铁轴承进口总额的大半江山。这么算下来，一年光是买轴承就要花掉将近40亿美元的外汇。你说，一个号称制造业大国的中国，连个轴承都造不好，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？这就好比你家造了栋豪华别墅，但是每个房间的门锁都得找邻居借，多尴尬。而且更要命的是，这些进口轴承的可靠性高达98%以上，使用寿命能达到设计寿命的8到30倍。反观国产轴承呢，可靠性只有可怜的96%，寿命也就是设计值的3到5倍。听起来差2个百分点好像不多。那我问你，你坐高铁的时候，愿意坐一列98%安全的车，还是96%安全的车？这可不是开玩笑的，高铁轴承出问题，那就是要出人命的。更讽刺的是，中国有将近1万家轴承企业，但生产的高端产品只占可怜的5%，90%以上都在做些低端货。这就好比一个城市里有1万个厨师，但是只有50个会做精细菜，其他人都只会炒青菜和炒包菜。有专家说了，问题出在哪？材料。中科院的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没有好钢，永远造不出高端轴承。这话说得多扎心！你说中国号称制造业大国，结果连个像样的轴承钢都造不出来，这不是在打自己的脸吗？而且高铁轴承的技术要求高得吓人。
它的尺寸和形状公差必须控制在微米级，也就是头发丝直径的1/50还要细。你想想，这得多精细！这哪是在造零件，简直是在绣花。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，真正让人瞠目结舌的是，这些靠进口关节才能跑起来的高铁，居然还有大量站点成了僵尸。你敢相信吗？据最新统计，全国至少有26座高铁站成了僵尸站。这些动辄花费几个亿甚至10几个亿建起来的豪华车站，现在门可罗雀，连个买盒饭的人都看不到。最离谱的要数海南那个儋州海头高铁站，砸进去4000多万，结果建好后愣是闲置了7年。为什么？因为每天的客流量连100人都不到。这得多冷清！你随便在街上找个公交站牌，一天的人流量都比这多。但海头站已经算是运气好的了，好歹最后在2023年底重新开张了。可有些高铁站的命运更惨，株洲的九郎山站、首都北京的亦庄站、沈阳西站、南京的紫金山东站，这些听起来多气派的站点，结果开张没多久就打起了退堂鼓，全都因为没人坐而被迫关门大吉。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桂林这个旅游城市，一口气建了9个高铁站，野心不可谓不大。结果呢？五通站运营4年后被迫停运，因为每天的客流量居然不到200人。这么算下来，一天的人流量还不够坐一节车厢的。花几个亿建个站，结果连个公交站牌的热闹程度都比不上，这不是在烧纳税人的钱是什么？有人会问了，这些站点为啥都建在鸟不拉屎的地方？问得好，原来是一些地方政府想省钱，怕在市区拆迁成本太高，就把高铁站建在荒郊野外，美其名曰带动新区发展。这不是开玩笑吗？这就好比你家住在市中心，非要把厨房建在郊区，还说是为了带动郊区的餐饮业发展，这不是自欺欺人吗？更可气的是，最近几年修的高铁比早期的4纵4横车站还要多。为什么？因为地方政府的投资比例加大了，说话的分量也重了。一些地方官员把建高铁站当成政绩工程，生怕别人抢了风头，恨不得一个县城建3个站。铁路部门的内部人士都看不下去了，说地方政府非要自己掏钱建站，他们也不好意思说不要。但是开通后发现根本没人坐，那就只能减少停靠，或者干脆关门了事。这不是典型的面子工程吗？说到面子工程，就不得不提中国最牛的僵尸站，号称亚洲最大高铁站的雄安站。这可是投了300多个亿建起来的巨无霸。结果呢？2023年，香港记者去实地探访，看到的是空荡荡的候车大厅，冷清的商业街，连个像样的小店都没几家。这么大的车站，就跟个中看不中用的花瓶似的，光有个壳子。而现在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，这些亏损的高铁还要涨价。从今年6月15日起，武广、沪杭等多条线路的票价都要上调，最高涨幅接近20%，商务座更是要涨将近40%。这一涨不要紧，部分线路的高铁票价都快赶上飞机票了。我给你算个账，武汉到广州的高铁2等座要463.5元，可同一天的机票才300多，未来7天甚至有不到200块的特价票。这不是把老百姓往飞机上赶吗？要知道，武汉、长沙这些地方都是劳动力输出大省，每年有大量打工人要往返于广州、杭州。现在高铁一涨价，这些每月就挣几千块的打工人情何以堪？一位网友说得好，看来绿皮火车又要重出江湖了。这话说得多心酸。曾经号称国之重器的高铁，如今却沦落到要逼着老百姓回去坐绿皮车的地步，这算什么？回头看看中国高铁现在的处境，
简直是里外不是人，里头关节不行，全靠进口。外头建的太多，跟个空心大萝卜似的，背着6万多亿的债，还在疯狂烧钱。这哪里是什么基建狂魔，根本就是个基建败家子。怪不得有专家预言，中国高铁迟早会成为金融的灰犀牛，到时候这个泡沫一破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看来这个所谓的国之重器，迟早有一天会重重地砸在自己脚上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这个巨大的高铁泡沫到底还能撑多久？